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雄啊，大雄。然后非常开心的来参加脱四。其实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我就有参加，然后当时过了海选，只是我放弃了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就上节目啊，这不能说那不能说的，然后段子里面还要加广告，我这个人就是命硬学不来弯腰，你懂吧？所以今年就感谢节目组又请我来，就是我成长了很多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刚才说了我是个广东人，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。我是在深圳长大的，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就大家也没时间学，都忙着搞钱。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他肯定首选 C++、Java， 你知道吗？就能搞钱呢，他肯定先选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搞钱，我爱省钱。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来上海，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，对，我就不买，我从来不买意外险，我觉得就浪费钱。我知道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，但问题是，如果真的出意外了，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，对吧？我又不希望到时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还夹杂了一丝兴奋，对不对？不纯粹了，你懂吗？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劝我，他说：“大雄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买意外险，等到出意外你就会后悔，就谁有时间后悔啊，对吧？就意外险它又不是延误险，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，但它延误了，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，我会跟自己说，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。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，都快要爆炸解体了，对吧？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，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坐在那里说，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呢。”你买了哇，恭喜，你就好了，死得其所，对不对？不会的，好吧，不会的。然后来参加脱四之前呢，其实我一共参加过2个综艺，第一个是一个恋爱综艺，素人恋爱综艺《心动的信号》第4季。真的，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，不是去搞笑的，好吧？至少我以为不是，啊。参加那个节目之前，我已经单身1年多了。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，包括我自己，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。有一次我开车，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，到她家楼下的时候，她突然跟我说什么：“哎呀，坐你的车头好晕哦，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？”我当时就懵了，因为没有人坐我车会头晕的好吗？我开车贼稳。3年都没被扣过分 ，OK？ 哦，2点钟了，打停了。我觉得他有点不尊重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他家，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，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，你知道吗？走了呀，应该走了呀。怎么走的？这不挺稳的吗？没道理啊！真的，活该单身。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，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，尤其是他之前交往的男生又都比他大很多岁，搞得我很不自信。但后来有一天，他突然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，但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。”这什么鬼？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，去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，但是那个节目体验还是很不错，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，体验就特别差，因为他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，我每讲完一个段子，他就会噔噔噔，biu biu biu，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，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，他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他大很多岁，哇哦！后来他才发现，原来他是喜欢长得老的，哇哇哇哇哇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搞这个音效？真的？所以能来脱口秀大会第4季，我真的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专业的脱口秀舞台，
但是，节目组也知道我刚参加完《心动的信号》，居然还敢问我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也接受炒 CP。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大雄，谢谢。